好，今天的影片呢，我就来讲一下我使用了这一款 Galaxy Z Flip 3 5G 一阵子之后的心得。那首先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大小和外观开始讲起吧。首先这次设计的外观，这个两色的感觉，我真的觉得超棒。每次合上之后放在桌上，我都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要看它的几眼，因为就觉得真的是蛮像精品的感觉，然后跟人家的感觉也很不一样。整个设计的感觉我觉得非常好。不过还有一个小小问题，就是它这个玻璃会蛮沾指纹，所以说如果你是很讨厌手机一直沾指纹，不喜欢一直擦拭的人的话，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很神奇，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 Z Flip 3的手机整体的高度是比 S21 Ultra 来的高，但其实这两款手机的高度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因为这款手机宽度比较窄，所以说在视觉上来讲的话，你会感觉好像它稍微高了一点，但其实两款手机是一样的。这个其实我那时候有稍微惊讶到了一下。不过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是一款手感非常好、很适合单手掌握的一款手机，那重量也蛮轻的。然后接着我想讲一下这个开合的感觉。其实，在用之前，我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每次使用我都要这样打开它，然后用完要再合上它，会有点麻烦。但其实当你真的用过之后，因为手感真的是太好了，你每次在打开跟合上的时候，真的是会有一股爽感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哇，蛮舒压，然后有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爽感，而且单手开真的非常的帅。不过单手操作有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当你合上的时候，会建议说你的小拇指要稍微抵着，这样子比较不用担心说你合上之后手机喷掉，这点是需要一点点的学习成本。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在单手打开的时候，你的拇指一定是先伸进去缝里，然后再用拇指压着荧幕往上推，这样才可以把它推开。所以这样来讲，你的荧幕基本上都是一直被你的拇指压着，压力应该是不小。不过用到现在，它这款荧幕到现在看起来都没有任何的损伤，所以说我觉得荧幕的硬度是还不错的。那当然，我的手指的指甲都是有定期在修剪，所以如果你的指甲超级长，那可能就另外一回事。然后接着这种折叠手机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当你打电话打完的时候，合上时可不可以顺便把电话挂断，就是很帅气跟人家讲完话之后合起来，这样电话会是挂断了吗？实测合上是可以挂断电话，我觉得这点非常的棒，你可以帅气的把别人的电话挂断。然后再来我想讲一个，就是三星还是 Android 的问题，可能也是 LINE 的问题吧。就是当你在跟人家 LINE 视讯通话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手机是有连着 Galaxy Watch 的话，它视讯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播放出来会非常的小，就是即使是喇叭播放，那这部分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蓝牙关掉，视讯的声音就会恢复正常。这是我刚刚好想到的一个点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接下来我想讲一下这款封面萤幕。这款封面萤幕它有支援很多 widget， 不过它是有数量限制的，就是目前只能使用三星的几款。然后比较可惜的是，在通知阅读上，它是没办法做直接回复，就是当你看到别人有 LINE 传给你的时候，你没办法直接回复它，那你只能打开去回复它。那希望之后是可以有像 Galaxy Watch 那样有罐头的回复啊，或者甚至有语音的输入会比较方便。然后再来就是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封面萤幕上的这个宠物的这个图样，就是它是一个会动的图样。那有兔子、猴子、羊。然后还有一只不知道是老虎还是猫的一个动物，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。然后我会希望之后三星可以在下一次更新的时候，可以把跟这个动物的互动可以增加，你可以摸摸它，或者让它存在时间长一点。因为它现在就是打开之后，它会走2步路，然后跳一下，我觉得真是超级可爱。我希望它甚至可以有养宠物的机制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相信女性应该会很爱，或者至少我个人在使用起来，我会觉得很舒服。因为我每次按这个，我都会很期待跳出来是哪一只动物，然后它会抖动一下，我就觉得有被舒压到，感觉非常的好。然后接着我想聊一下这个折痕，就像这个折痕跟 Z Fold 3是一样，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正面你感觉不太出来，但是当你斜这样看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感觉到它的折痕的存在。这部分我个人是没有这么在意啦，因为我觉得用起来的体验还是非常好。不过有件事情是比较有感，就是因为它折痕是在这个正中央，所以当你这样滑动的时候，你的拇指是会划过那个凹槽的痕迹，所以是会有感觉。不过我个人是不会很讨厌，但如果是你会在意的人的话，我还蛮建议你去试用看你会不会可以接受这个感觉。然后再来就是
大家会很担心的就是续航力的问题，毕竟它这颗电池没有到非常大。那在我使用这一周的情况下，我每一天的萤幕使用时间大概都是做在3个半小时上下。那极限操作一点的话，可以到4个小时。但是我是没有在玩游戏的，所以说如果你是很喜欢玩游戏的人的话，它的时间可能会再更短。那我个人是觉得说，这个电量情况下，大概一天至少要2充，就是你在中午或下午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充，要不然你到晚上，假设你又出去吃饭，你会非常的不安，因为你就觉得哇，手机是不是要没电了？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它是没办法一天1充，它还是要2充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充电速度上来讲的话，一开始充电30分钟，我从1%充到40%，大概充了39%。那我从1%充到100%的时间，总共花1个小时35分钟，所以说就是没有到非常快啦，但是就还 OK 吧。然后比较有趣的是，这一次三星可能为了维持它的手机的寿命和它的电池的寿命，它特别在软体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防护电量。那这个防护电量就可以让你的电池充电的 percentage 维持最多只有充到85%，去增加你电池的寿命。所以说这点还蛮有趣，之前没有发现，但这次刚好看到，跟大家提一下。接着我想讲一件事情，也是蛮多人在问，就是关于发热部分。那我必须说，在 C Fold 3的时候，我是比较没有感觉到整个手机在发烫的感觉，可能散热做的比较好。然后，但是在这款 Z Flip 3的时候，我第一天使用的时候就很明显感觉到上半部分的温度是不低的。那我本来想可能是刚开始使用，可能在更新啊，或者是在同步一些我的设定，那我就觉得还好。但是我已经使用到目前已经快1周了，它偶尔还是会有发热的部分，而且都是在上半部，这是我发现的一个现象啊，就是它的发热似乎是比较有感觉一点的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拍照表现。基本上这款相机的模组就是中规中矩吧，它在一般光线良好的情况下，拍起来的照片都很不错，我觉得就是在偏中上的相机表现吧。然后这边我有拍几组样张，就刚好家人要出国，我有去送机，这样就是真的还蛮怀念搭飞机的感觉。不过人少的机场其实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拍照起来非常的好拍。那不过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说，就是因为这款手机它额外多了这个封面萤幕的部分，让整个拍照体验跟其他手机有个很关键的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在于说你在自拍的时候，你就有办法使用后置相机的主镜头去自拍，再加上它这个方正折叠起来的感觉，整个手感非常的好，那又有广角镜可以去选择，所以说我拿到这款相机之后，整个自拍频率上升非常的多，是一款非常适合跟家人啊朋友自拍的一款手机。但是它也有个问题，就是目前你只要是用封面萤幕自拍的照片，它都是方的，而且我找不到地方可以去调整，这点就是有点奇怪，希望之后可以改善这样子。好了，那这差不多就是这一次使用这个 Z Flip 3的一个心得。我会觉得它做到了一般手机应该要有做到的水准，而且还要多了这个折叠的部分，让你在使用折叠手机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并不会太大。而且它在价格上，这次的价格真的是也是跌破我的眼镜啊，3万多，非常的便宜。我觉得这个第3代算是三星蛮想要打入大众市场的一个时间点。那我也感觉到它的企图心，整体的做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我稍微也给它下一代的一点建议好了，就是个人使用上的感觉。首先我会期待下一代封面萤幕的宠物要更多，我觉得只有这几只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那我希望再多一点互动性，然后可以的话，我会希望它的封面萤幕稍微再大一点。虽然说现在已经不错了，不过有时候在做一些日常操作，还是会有点稍微帮手帮脚，再更大一点会更好。然后我会期待下一代手机的折痕可以有明显的改进。虽然说这代萤幕我觉得已经算是蛮可以接受，不过就是觉得说折痕的部分，如果在侧面观看的时候可以消除掉的话，会是非常好的一个进步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电量吧，电量算是蛮硬伤的，会觉得说，因为它没办法一天1充，它一天大概要2充。那如果你一天1充到晚上非常不安，所以这点会稍微可惜。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些建议啦。那整体来讲，这真的是一款非常美的手机啦。所以说如果感兴趣的话，真的蛮建议去上手使用看看，因为当你第一次打开、第一次合上之后，就很容易再回不去了。好啦，那大概就是这款 Galaxy Z Flip 3 5G 的一个使用心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帮我点一个喜欢，然后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